指挥香港动乱的中央情报局和搞颜色革命的那批人，恰恰是特朗普要开掉的那些人。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战中的运动发起的第一个借口是要求特区的政府实行直选，然后带头人呢是建立的民主党，是以前香港的一个英国殖民时代的一个大法官，叫李柱铭，还有一个行政长官陈方安生，然后西方把他们叫做 pro-democracy 民主运动。我认为是完全违背常理的。第一条，美国就不是普选制度，所以特朗普才会上台。如果按照一人一票制度的话，希拉里的得票比特朗普多。如果美国不采用不平等的这种联邦制，还加上国会的选举人制度，特朗普是不可能当选。所以美国才有改变的可能，改变以前罗斯福、杜鲁门建立的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也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所以他们要拿美国做例子，不成立；英国做例子更不成立。为什么呢？英国的上院根本就不是选举的，它是贵族院。第三，更加荒唐的是，发展中国家里面的独立运动的领袖，你比如说甘地啊、曼德拉呀、苏哈托啊，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就发起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成为老百姓的拥护的领袖。请问李柱铭、陈方安生在英国殖民时代做了什么？他们是做英国组织的忠顺的仆人，然后等到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结束，香港回归了，他们跳出来要民主了。连 BBC 的评论员都问他们：你们怎么会向中国大陆要英国都没有给你们的东西？所以他们要讲他们是民主、普世价值。这些香港大学的学生，你还去读读历史、补课吧。我的猜测就不是内因是主要的，而是外因，就是这是美国当年民主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的杰作。这件事情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和韩国经济学家的一个讨论。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就发现原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非常有希望能够成立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当时日本还兴奋奋的要想发行亚元，学那个欧元，被美国制止了以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就分裂了，韩国也一样。因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告诉我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过去抱美国大腿发财的时代已经到头了，将来只能搭中国的便车。但是因为有美国的占领军，所以美国可以间接的控制日本和韩国的政治走向，所以呢，才引起了一系列的中日和中韩的矛盾。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北朝鲜的存在。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很资深的韩国的经济学家就问我一个问题：他们和美国人一样，都认为中国是北朝鲜的后台，中国为什么不控制北朝鲜？因为北朝鲜有好多行为，其实也是给中国添麻烦，给当时中国想要和平发展的目标是矛盾的。我就只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说中国早就吸取美国的教训了，你去干预别人内政是没有好结果的。比如说当年美国更换南越政权，认为南越的政权不得人心，然后越攻越做越大，然后就想换一个亲美国的政权，换完以后南越军队就垮掉了，所以加速了北越军队打败南越，统一越南。那韩国的那个经济学家一听，连忙点头说：你说的太对了，美国当年去更换南越政权的头目，实际上是蠢之又蠢了。美国人最要操纵外国政治，但是结果呢，是搬起手打自己的脚。而美国操纵外国政治最主要的工具就是中央情报局。那我对中央情报局的评价呢，很简单，和这次香港事情是一样的。
中央情报局技术是一流的，他们如果要谋杀、要搞动乱，那个技术上的层面，他们很专业。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战术是二流的，最差的是他的战略，我认为是三流的。所以美国历届总统如果不能控制中央情报局的话，基本上中央情报局干的蠢事儿，给美国帮的是倒忙。比如说，现在美国跟伊朗搞的视若仇敌，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伊朗是伊斯兰国家里面工业最强大的。伊朗怎么会变成这么强大的工业？当年就是美国扶植起来对付苏联，美国援助伊朗建立了伊朗完整工业体系。但是等到伊朗之邦长大了，就很想独立了，中央情报局就颠覆了伊朗政权，然后扶植了一个亲美的国王，然后又引发了霍梅尼的伊斯兰教的革命。所以现在中东的所有动乱的开头，就是中央情报局颠覆伊朗的合法政权。然后第二个，你们知不知道原来那个巴拿马的独裁者 Noriega 是个大毒枭，他怎么掌政的？中央情报局扶植起来的。等到他扶植起来了以后，他自己要称王称霸了，然后美国又违反国际法出兵，去把那个巴拿马的总统抓到美国来受审。还有恐怖分子本拉登谁扶植的？也是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呀，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到把那个苏联撤了兵以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起来了，反过来制造911事件，报复美国干涉中东。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央情报局和搞颜色革命的那批人在香港领事馆里面训练了一批动乱分子，制造香港动乱。我问各位观察家，他们到底是在帮特朗普的忙呢，还是在砸特朗普的脚？美国最近美联储降息，美元升值，人民币只不过贬值了1/1000，美国就把中国定义为什么汇率操纵国？什么意思？很简单，特朗普终于明白，打贸易战、打科技战都不能叫中国屈服，所以他要玩。原来民主党早就想玩又不敢玩的那一招，打金融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也就是说，制造香港动乱到底能够有利于美国打赢金融战，还是金融战输得更惨？我的猜测，香港动乱会让特朗普的金融战输得更惨。但是呢，中国也有风险，我们以后再说。香港这动乱分子，他们在摧毁香港原来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香港的主业是金融，好，他们在闹市区、金融区捣乱。原来很多西方公司、跨国公司想在中国投资，不熟悉中国大陆的法律，觉得呢香港的法律比较和英美接轨，然后经过香港，然后进入大陆比较容易，因为以为香港的法治是稳定的。然后他们一闹，就分裂了香港的法治了，让香港的外籍的大法官起来和香港维持秩序的警察作对。你们想想看，香港如果社会秩序不能维持，法院和警察系统分裂，香港还有戏吗？然后现在动乱又移到什么地方？移到香港机场，这就把我笑死了。因为香港动乱分子干的事儿，恰恰是在砸英国殖民主义的根基。什么根基？就英国的老的资本财团。你们一看香港机场的新闻，国泰航空公司的员工要去参与动乱，参与罢工，国泰的高管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一旦飞机停飞以后，损失最惨重的谁啊？那就应该是国泰航空公司嘛，或者他的背后的老板就太古集团嘛。中国国航啊、南航啊，这飞机，如果你香港机场不能降落的话，我到旁边的深圳、珠海、广州机场非常容易就降落了。所以占领香港机场，是帮了中国资本的大忙。我讲的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和包括国有资本。然后在金融危机里面，汇丰银行是经济成长的最快的
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因为它两边都赚呢，美国它也赚，中国那边它也赚，然后一打贸易战，它出卖华为，将来就会变成可能的不可靠实体。所以，如果中美打贸易战变成金融战的话，首先烧掉羽毛的，我告诉大家，不是美国财团，是英国财团。所以，如果将来英国老财团的股票大跌，中国的民营资本去抄底，中国的国有资本去抄底，比那个现在西方资本想要进中国股市抄底，我告诉你，还要机会难得。这帮愚蠢的愚退分子以为闹事儿可以动员全世界舆论来打新冷战，然后中国领导人沉得住气，中国的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终于止手，然后就让吃里扒外的外国籍的法官的真形暴露出来，到底他们执法是为香港人民谋利益，还是为外国组织谋利益？现在好多人对香港的局势忧心忡忡，我觉得这是一场滑稽戏，是一场闹剧。为什么呢？就是指挥香港动乱的中央情报局和搞颜色革命的那批人，恰恰是特朗普要开掉的那些人。因为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以前搞的民主党政府搞的那些什么普世价值，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啊？没带来任何好处反而造成这个中东战争打掉了几万亿，然后呢，资本在外国投资不回来金融危机又烧掉了10几万亿美元。所以他现在就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反以前颜色革命、普世价值的这套策略，要缩回来省下钱来搞基本建设，然后和中国做经济竞争。所以特朗普我很喜欢他的大方向我是赞成的，但是呢，他要放弃美国世界警察的地位，美国很多利益集团就不干了。第一不愿意干的就是中央情报局的，还有吃冷战饭那些人。所以我认为，现在香港制造动乱的人，应该是当年希拉里留下来的搞颜色革命的精英，他们不能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呢，他们要发动训练一批香港的无知的青少年闹事儿，达到一举双雕的结果。什么双雕呢？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给中国制造麻烦。但中国政府早就学会了，所以现在你看看香港的防暴警察，全是学的当年美国、英国，包括法国对付暴力示威的办法，什么橡皮子弹催泪弹所以美国人是最好的教师，不但教你怎么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然后来维持自己的国家主权，也教你怎么来控制动乱，办法多的是。然后更重要的办法中国还没学呢，那就是美国人最近的办法，给人家制造黑名单，不给你签证，把你已经拿到美国绿卡的人给你递解出境，然后只要说你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记录，叫你没有生计可走，你要想在美国捣乱，对不起，把你送到原地去，或者送到其他国家去。大家有没有想到，将来的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早晚会学到美国政府的这一招，怎么来对付这些又没有学问又没有高科技的竞争能力，只会闹事儿的人。如果进不去中国的话，这些人进了耶鲁毕业出来能干什么？在美国制造动乱吗？所以呢，我是劝大家心平气和。现在观察香港动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学习机会。学习什么机会呢？用美国、英国的历史和实践来检验他们当年制造的理论，包括自由、民主、博爱法治、人权等等，然后去比一下
历史上发展的历程，到底是中国道路带给人民更多的进步和福利，带给世界更多的安定，还是美国搞的那套颜色革命或者英国搞的分而治之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前途？